第3课：宇宙的起源与设计，科学的证据与信仰的启示。1. 宇宙的起源，一场偶然，还是精心设计？这个世界这么大，我们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，怎么可能会有神？这是许多人对信仰的质疑。如果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，那么生命、地球，甚至整个宇宙都只是混乱中的巧合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意义。但让我们换个角度思考，如果你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块手表，你会认为它是风沙与石头碰撞后偶然组合出来的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会知道这只手表有个设计者。那么，如果宇宙比手表复杂1000万倍，怎么可能是纯粹的偶然呢？事实上，科学越发展，越让我们看见宇宙存在着精细的设计，这些设计太过完美，以至于偶然形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：科学的证据是否显示宇宙是被设计的？如果是，那么这位设计者可能是谁呢？2. 宇宙的精细设计，巧合还是创造？科学家发现，宇宙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极度精确的物理定律。如果这些数值稍微改变一点，宇宙就无法诞生，更不用说孕育生命。以下是几个宇宙的精细调教现象，它们让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，宇宙真的是巧合吗？1. 重力常数。重力决定了行星的运行、星系的结构，甚至影响到时间的流逝。如果重力常数的值只要改变10的60次方之一，宇宙将无法形成恒星，也不可能有生命。换句话说，这就像在一片无限大的沙滩上找到一颗刚好符合条件的沙粒，可能性微乎其微。2. 宇宙膨胀速度。宇宙在大爆炸后开始膨胀，但这个膨胀速度异常精确。科学家发现，如果膨胀速度稍微慢一点，宇宙早就因为重力塌缩回去了。但如果稍微快一点，物质就会过于分散，无法形成星系。这种精准的调教让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都惊叹，宇宙的膨胀速度精确到无法用巧合来解释。3. 地球的位置与条件。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行星，但为什么只有地球适合生命生存呢？刚刚好的距离，地球刚好位于太阳系的视居带，不太热也不太冷。刚刚好的大气层，氧气、氮气、臭氧层等比例完美适合生命。刚刚好的月球，月球稳定了地球的自转，使气候不至于剧烈变化。这些刚刚好并非必然存在，而是经过无数条件的精密设计。3. 科学与信仰如何解释这一切？科学的解释多重宇宙理论。有些无神论科学家为了回避宇宙被设计的可能性，
提出了一种理论，多重宇宙假说。这个理论认为，我们的宇宙只是无限多个宇宙中的一个，刚好符合条件，所以我们才存在。但问题来了，这种理论完全无法被证明，这只是另一种假设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证据。反而这种假设更像是一种没有创造者的信仰，因为它要求人们相信无限多个宇宙的存在，却没有任何实验或观察能够支持这个说法。信仰的解释，圣经的创造观。几千年前，当人们还不知道宇宙膨胀这件事，圣经就已经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创世纪1章1节，这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惊人的吻合。此外，圣经多次提到宇宙的设计与神的智慧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诗篇19篇1节，他用全能建立世界，用智慧铺张穹苍。耶利米书10章12节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看见宇宙的精细设计时，我们可以选择相信这一切只是无数偶然的结果吗？还是这些证据指向了一位智慧的设计者呢？4. 从无神论科学家到基督徒。赫伯罗斯是一位天文学家，年轻时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。他认为宇宙的形成完全可以用科学解释，神只是人的想象。直到他深入研究宇宙的物理法则，发现许多科学证据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：宇宙似乎是被设计出来的。于是他开始查考各种宗教经典，看看是否有一个信仰能够解释这些现象。当他读到圣经时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圣经早在科学发现之前，就已经描述了宇宙的诞生与精密设计。耶稣的教导与宇宙的秩序完美契合，显示出神的智慧。最后，赫伯罗斯不仅信了耶稣，还成为了一位基督徒科学家，致力于将科学与信仰结合，帮助更多人认识创造宇宙的神。结论，你选择相信什么呢？科学无法证明神的存在，但它提供了许多证据，显示宇宙被精心设计。如果你看到手表，就会知道有个制造者。那么，当你看到宇宙的精细设计，你愿意承认有位创造者吗？也许今天就是你开始认识这位创造主的时刻。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答案吗？